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陳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持續來關心在中日的這一場爭議，琉球地位現在再次的被點火，中國大陸這一回亮了史料，日本則是急着跳腳做反擊。今天我們會從幾個觀點來做出發，包括了整個黑幫滲透的疑雲，再加上軍事堡壘加速，中日這一場衝突全面升溫。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會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中國大陸這一回拿出的是名譽琉球國王社重新打了歷史戰，北京對日本現在是釋放主權的最後通牒警告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日本現在驚爆出來是中國大陸啊，是否有利用黑幫滲透在沖繩搞認知作戰呢？到底日本的指控是真情報，還是東京借此要壓制琉球的獨立呢？最後我們也會來從軍事面，請將軍幫我們看到，日本現在在打造的是西南諸島的堡壘群，全面在加速的建設當中，包括了今天會關注的幾個大島軍事化都在做。日本是劍指中國大陸嗎？解放軍接下來會如何的反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次的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推向了中日之間的外交衝突，現在爆出的說，真正的引爆點不是在台灣，而是在琉球地位重新被點火。這一回的爭議就在於一場展覽，我們要來看到，這是來自於新華社的報道。大連，中國大陸的大連的旅順博物館這一回展出了這個展示，名譽琉球國王社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他們的這個副館長是這樣說的，他說這樣子的一個這道的社諭揭示的就是說，琉球曾經是中國大陸的藩屬重要的史實，為日本對琉球侵略的歷史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一個驗證。也就是說，琉球它有明確的指向說它是宗主國跟藩屬跟中國大陸藩屬之間的一個關係。那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說法，日本的內閣當然很生氣的回嗆說，他們不會對中國大陸的任何的評論發表任何的回應，因為他說沖繩本來就是日本領土，這一點不可置疑。好，節目一開始要請教委員來幫我們特別看到中國大陸這一次展示出的名譽琉球國王社有什麼樣歷史意義，能夠在琉球獨立上面的議題對日本施加多大的壓力？委員。到了2次大戰的結束的那一天，就是1945年8月15號那一天，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承認琉球是日本的領土 ，never。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承認過琉球是日本的領土，這是一個關鍵。那證據在哪裡？證據就是當中華民國從1945年開始統治台灣的時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如果你是在台的日本人，全部遣返回日本，而且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不可以帶超過2000塊以上的物品的現金，然後珠寶、股票、債券、房地產都不可以帶走。可是，在台灣當時有很多琉球人，外觀看起來是日本人，可是他的戶籍登記上是琉球人。當時中華民國怎麼處理？你是我的藩屬國，還是承認他是我藩屬國人民？第一個。不用遣返回去琉球，不用沒收任何財產，然後你願意留在台灣工作，還是歡迎你留在台灣工作，不在遣返的名單裡面。如果你自願的回去的，補貼你船費回去。那你要入境台灣，隨你便。不受任何簽證什麼簽證嘛。這個是什麼？宗主國對待這個藩屬國，就是保護國對待被保護國立場。就非常像現在的美國跟帛琉的關係。帛琉老百姓進入美國不用簽證，因為你是被保護國，你保護我，我進你我還要簽證，這個說不通嘛。那中國對琉球是這個態度。那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改變？我不是很確定，但是我知道在中華民國政府時代就是這樣對待琉球。清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琉球是日本的領土，還是一再以所謂的藩屬國。當然後來。這個琉球最早被日本的諸侯叫島津藩併吞的時候，是改向島津藩稱臣，但島津藩很賊，你跟中國稱臣，我沒有意見，繼續，但是你要跟我稱臣，為什麼？因為當時要跟明朝貿易
是要有朝貢關係才能夠貿易。所以琉球就借着跟中國的朝貢關係，大做中國生意，不受日本的守國政策的影響。島津藩就利用琉球這種地位，假裝琉球人跟中國做生意。所以島津藩賺了很多錢，變成日本很強權的地方諸侯，也變成明治維新裡面的一個很大名級的人物。那因為經濟利益，所以中國並不曉得琉球是雙重臣屬。但是到明治天皇上來以後又不一樣了，他直接叫琉球處分，有名琉球處分，叫琉球改名叫沖繩。但是中國的文獻裡面通通叫琉球，在清朝的時候沒有人叫過沖繩。好像到了民國開始有人叫沖繩啊，所以我是覺得，如果中國大陸要去恢復原來的自己的政策，有幾個重點要注意。第一個重點就是全部改成琉球，不要再改成沖繩，這第一個要求啊。第二個要求的話，要准許琉球人在中國大陸成立琉球國臨時政府。就像當時啊，韓國因為在甲午戰爭打輸了啊，這個中國打輸，被保護國被攻擊了，我保護國有權利有義務出兵嘛。這琉球甲午戰爭是為韓國打的，不是為台灣打的。然後可是中國當時中華民國時代的時候，是讓這個韓國人跑到中國上海來設立一個什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這很有名，要給他錢，給他資助，在那個一大旁邊。這是你這個當藩屬國被人家侵略，被人家打垮了，你沒有能力去幫忙。那你就要允許他們的人在你的國土裡面成立這種臨時政府，去搞革命也好，去搞外交也好，你要資助他，這是你宗主國的義務啊。所以表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如果很認真的要去幫琉球復國，不管最後成不成功，或者你還是琉球的宗主國，你不承認琉球是日本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義務去資助協助琉球人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成立什麼琉球國臨時政府。這不是你的慈善，是你該做的。你到底是不是保護國？你是不是宗主國？那如果你不是宗主国，你不是保護國，你就要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啊。這是兩個是一個很國際法上是衝突的東西，你只能二選一，你不能戰略模糊，這裡面沒有戰略模糊的空間。好，承接蔡委員剛剛幫我們提到，不過現在其實有更猛的一個指控來了，這一個指控是來自于日本自己的國安單位，他說的是不是中國大陸現在在琉球這邊在搞所謂的輿論認知作戰呢？我們來看到這個日方的最新指控他說中國大陸是透過台灣的黑幫，也就是這個叫做洪門勢力，在沖繩插旗推動琉球的獨立運動。那他們就做了一個調查，這調查看起來怎麼有點像是電影的情節哦。他說呢，這個沖繩的黑幫續留會幹部先跑來台灣，當時呢是和台灣的竹聯幫的大佬，也就是統促黨的總裁張安樂碰面之後，他們後來又發現了說，其中一名這個續留會的幹部竟然是洪門他們在日本組織華松山的領導人，所以他們認為說，是不是這個續留會早就已經被中國大陸吸收了？那簡單來說，日本針對中國大陸的懷疑就是他怎麼樣運作的呢？他就是透過台灣的黑幫，然後呢以毒品的這個利益來利誘包括了整個續留會的成員，並且提供這個續留會相關的資金，讓他們可以去做更多的掠奪性在沖繩當地的投資，然後呢再給他們這些假訊息去餵養當地的這個琉球的民眾進行滲透跟認知作戰，這是日方的說法，目的就是要破壞美日同盟在沖繩這邊的部署。日本針對中國大陸的指控，這可信度到底有多高？還是他們有想要抹黑琉球的獨立運動？賴老師怎麼解讀？這當然是抹黑抹毒嘛，因為日本的一貫手法，其實這沒什麼偉大跟了不起的地方。我只講一個案例啊，20年前左右，我那時候從法國巴黎大學回來啊，那時候是當客座教授回來的啊，所以我等於是我又再回去巴黎大學啊，也就是之前我讀完博士，在台灣工作一段時間，我又回去，然後我在法國工作一段時間，我又回來。我在政大外交研究所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個學生。研究生他就是從琉球來的。那個時候我一看是我有外籍生，因為我有一位是法國的美國的這個海軍官校畢業的學生也在讀碩士班在台灣，然後一個是日本來的。
那我就很習慣性的說，哎呦，這個我們有美國來的同學，一個女生啊，美國人，那另外一個來自於日本的啊同學，那個同學他就舉手了，他就說：“老師，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琉球人。”我在強調，他說我是琉球人，這代表什麼意思？代表事實上是道地的琉球人，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日本人，他是琉球人。琉球國是被日本人併吞的，而且是非法併吞的。當時美國的這個海軍官校的畢業生，那位女軍官上尉吧，她也在那邊聽啊，她也沒有意見啊。這代表什麼意思？我講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說，事實上琉球國它一直存在，而且它是中國的藩屬國。我想這次在大連展示出來的琉球國王的這個國王冊，其實就是講明了，就是它就是藩屬國。到滿清的時候也延續的明王朝時代，這都沒有問題。美國在當時也有派，就是美國獨立建國之後，美國在亞洲也有派一位總領事駐守在琉球國，所以美國知道日本國是日本國，琉球國是琉球國。可是因為琉球國比較小，所以他沒有派大使，他只派到總領事級，而派到日本的是大使級的。那就代表什麼？美國他承認，他知道琉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王國。後來是被日本非法的併吞。好，我講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就是琉球是被日本非法併吞。所以在1972年，美國結束對日本的統治之後，把統治權交還給日本人的時候，琉球並沒有交給日本人，琉球只是委托日本代管而已。日本無權利在琉球建立縣，建立沖繩縣，這事實上也是國際法的規定，日本是違法的，所以日本不擁有琉球，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就我還記得我在學生的時候，在台灣，應該在讀研究所，我在台北市的羅斯福路，靠中正紀念堂附近，那時候有一棟大樓，這棟大樓有一次我進去的時候，還看到琉球國王的辦事處在那邊，那歡迎，而且還看到他們的旗子，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記到現在。這代表什麼意思？這代表在我們台灣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的時候，琉球國的遺族，他的王族還在台灣。所以日本人知道嘛？日本人知道他是非法佔領琉球，所以當琉球國被重新提起來的時候，他根本沒辦法回答嘛。他說：“我不回答這個問題。”不回答，對，你沒有資格回答嘛，不是你的，你是非法佔領，應該吐回來，讓人家恢復地位吧。好，一方面中國大陸借由這一次重新再一次的敘述這個歷史，讓大家知道這個琉球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說，為什麼現在整個沖繩成為中日的攻防重點哦？那現在指向的就是因為在這邊正在加速的它的軍事還有基礎建設的這個建設，包括在日本在西南方向的軍事基礎建設正在全面的快速的提升當中。這是來自於特別我們看到央視曝光的最新的航拍。看到了說，自衛隊在這個奄美大島，還有包括了馬毛島這個地方，正在加速打造它的堡壘群。那其中我們今天要來特別也關注到畫面上這個叫做黑毛島的建設，2000公尺的軍用跑道幾乎已經完成了，可以供美軍在這邊做艦載機的起降訓練，大型護衛艦的繫泊設施也落成，整個基地的輪廓可以說可以慢慢的看到是成型了。到底這邊的戰略價值有多大？面對現在日本打造的這個所謂的堡壘群，解放軍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動作？將軍怎麼看？第一個我先介紹所謂馬毛島。馬毛島其實就在奄美這個大島的北邊哈，然後再往奄美島跟這個馬毛島跟這個日本這個鹿兒島中間那個叫大隅海峽。合理來講的話，大隅海峽應該都屬於日本的領海，因為它如果說兩邊加起來絕對這個12海里之內都算領海。但是為什麼將它劃為公海呢？因為便於美軍的軍艦從這邊進出，然後從太平洋進出到這個東海區域，所以說它日本主動將這個本來應該是它的領海，它將劃為公海。
那現在來講的話，我覺得美日在這個以前來講都沒有哈，最近為什麼開始在馬毛島這個地方建立軍事設施？第一個當然大陸解放軍很明顯的，它055大區經常從它自己劃定的公海，就是大隅海峽從這邊這個進出哈，對日本來講的話，南邊的守衛構成很大一個防守的一個壓力，所以它必須要在這邊建立軍事基地，有效管控大隅海峽，這是它第一個。第二個目的來講，我覺得他說改成這個訓練航母艦載機起降的訓練來做這個作用來講的話，這根本就是騙人的一個說法。哦，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他如果說他可以利用這個鹿兒島把這個馬毛島當做鹿兒島的前沿基地，把馬毛島當做支援這個安美大島的一個這個後衛的一個哨所哈，然後這個安美大島再往前面來講，可以支援到宮古海峽。那宮古海峽也就是大陸解放軍，我們聽到他的海軍進出都是從宮古海峽進出。換言之哈，就是從鹿兒島可以掩護到這個馬毛島，馬毛島可以掩護到安美大島，安美大島可以掩護到這個宮古海峽的作戰。所以這一連串的操作下來，很明顯的就是要圍堵中國在這個解放軍從這個第一島鏈中間宮古海峽穿出。是，我想這事情如果說學軍事的人，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也都明白這個道理。可是現在來講的話，對大陸來講的話，他們爾後要發展海權呢。事實上以前來講，他們是陸權哈，大概他的軍事實力只限於陸上，海軍的實力不強，空軍的實力也不強。所以日本跟美國不把這幾個島的軍事建設當作一回事，也就重點不是放在這邊。但是最近他們有感於中國，不管是海軍來講，我們想說這個軍艦成軍跟下餃子一樣快哈，空軍來講也發展到殲20，甚至於轟6戰機可以攜帶導彈。對日本跟美國第一島鏈的防衛哈，這個壓力是倍感3重。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必須要加強這幾個島的軍事建設，才能夠有效的這個圍堵中國哈。可是中國來講，也不是昔日的無下阿蒙，他現在軍事實力也慢慢強大。那他已經從陸權走向海權的時代，他未來要走向海權，勢必要通過宮古海峽。如果要通過宮古海峽，在這個地方你加強軍事設施，我想解放軍未來可能幾個動作。第一個來講的話，會這個監視對這幾個島加強軍事情報的收集跟監視，掌握到你所有進度，也掌握到你軍事設施部署的確實位置，然後將你標定好。那如果說一旦真的是雙方在此地開戰的話，我想解放軍有這個實力，在第一時間將這島上的軍事設施徹底的摧毀。哦，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馬克宏這一回去訪中國大陸北京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會來看到這個是來自於法國的態度，現在轉向中國。那英國呢，最近在對於對中的立場上面也開始出現了軟化，讓日本這一回是非常的緊張了。而且傳出來說，法國想要邀請習近平出席 G7 這一場爭議，接下來會如何演？今天我們來持續的關注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來做解答。馬克宏他帶着80人的這個企業大軍啊，這一次一起去拜訪北京3天。那麼傳出他想要邀請習近平出席的是 G7， 歐洲非常震撼，說法國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那法國會不會成為接下來大陸突破歐盟的第一扇門呢？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中日現在為台灣的問題吵到翻天了。北京同時間鎖定了不管是法國或英國，大家就在看說歐洲是不是被中國大陸借由各個方面來做擊破呢？第3件事情來關心了英國了。施凱爾他認為大陸是威脅，但是他卻希望能夠跟大陸有更多在經濟上面的往來。另一方面，他也批准了超級使館，這個一直被視為是有爭議的。那英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像北京書城的歐洲大國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事實上，已經時隔2年了。這一次法國總統馬克宏大動作
抵達北京，展開3天的國事訪問，而就在今天早上正式的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展開會談。那麼大陸也很大方的為馬克宏舉行了這個歡迎儀式。不過現在比較具有爭議的事情，就是大家一直在吵所謂的這個中日之間為了台灣問題吵得火熱之際，北京大家就在看他的態度是什麼了。有人認為說，現在北京此刻是非常想要拉攏法國的，原因是它是聯合國安理會的重要成員之一，也是唯一對華仍然是保持可以談判的一個國家。那另外一方面呢，現在也傳出來，就是說馬克宏他其實也並不避諱，他就是要讓中國大陸知道說，這回我來就是要投資、要技術的，所以他帶了非常多重要的企業家一起來，總共可以看到大約有80個人，包括了這些重要企業，空中巴士啊、發電啊，還有一些水處理的廠商、跟食品大廠、葡萄酒跟烈酒廠商，都是希望能夠跟大陸來談一些投資合作上面的方式。那麼現在也被爆出呢，馬克宏也有意邀請習近平出席 G7 的峰會。當然了，日本是要求法國你要注意，希望能夠謹慎應對這樣子的一個事情。我們來看到一些評論哦。這個是北京的大學的教授，他是這樣說的。他說，馬克宏這一次去拜訪是一個重要意義，因為這是西方領袖訪中的第一棒，後面接下來可能就會出現，不管是英國、德國跟美國持續的和中國大陸有更好的一個往來。而同樣，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國大陸它是 APEC 的主席國，那法國又是 G7 的這個主席國，所以這一次北京和法國的會面是2025年，他認為是全球外交主軸來做一個定調，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來請教委員怎麼看了這一次馬克宏邀請習近平，他說有意可能會去出席這個 G7， 這是法國在向中國大陸投誠嗎？會不會有他在外交上面的一個風險？委員怎麼看？你說馬克宏跟中國投誠，這個叫諷刺他的話，奇怪，中國有訂單我為什麼不能去？中國有技術我為什麼不能去？法國也有很多技術中國沒有的，比如說流感疫苗，法國做的最好，全世界都知道法國做的最好啊。它有名的赛諾菲啊，中國也真的跟法國買赛諾菲啊，那跟法國買空中巴士啊，這有什麼不好？這叫什麼投誠？就叫買賣，這個叫做生意，這個叫交朋友。那你說美國有什麼理由這個生氣？不然你美國給訂單，這麼簡單，這有什麼好吵的呢？那邀請習近平去 G7 當然會比較高的政治敏感度啦，因為 G7 老實說，我們這些白種人我們這些有錢的白種人湊在一起叫 G7， 就跑來一個黃種人的老大那就美國可能會有一點意見，但是美國現在大概不太敢為這個事情講，只是說如果習近平真的有空去，你要做什麼安排你不要到時候這什麼。你的外交部長的G7外交部長會議通過什麼台灣海峽什麼什麼的，那你不是給習近平這個不開心嗎？你要邀請客人去，讓客人開開心心嘛，對不對？這是，而且何況你G7不是也要準備開放給俄羅斯參加了嗎？中國沒有比俄羅斯大尾巴，所以這個你邀請，當然中國不需要參加G7，可是。中國作為 G7 的 VIP，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看馬克宏有沒有，看習近平有沒有空去。沒有空去的話，就李強去嘛那再來就是說中日問題，中國的訴求抓得很好。他說2次大戰後的秩序，請大家支持。法國怎麼可能不支持啊？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戰後秩序就是個文件，波茨坦公告沒了。對法國來講，最重要的波茨坦議定書沒了。沒有波茨坦議定書，你法國怎麼能成為一個國家呢？對，就是從德國弄出來危機政權幹掉，那成立法國共和國嘛。那是波茨坦議定書，同一個會議，同一個時間出來2個文件，一個管歐洲，一個管太平洋。那他怎麼可能不支持？你不支持不打自己的臉嗎？英國也不可能不支持啊。對，英國後來處理那殖民地也都是根據波茨坦議定書來的。所以我講戰後的國際秩序，習近平講對了，王毅講對了，就是拿2份文件，你問你不同意波茨坦公告，你就不同意波茨坦議定書所以那個誰，共產黨也好，或者是國務院，這個訴求是抓得剛剛好，他也沒有說我在
國際法外另外去搞個什麼政治口號，沒有，就是大家已經共同遵守了國際法、聯合國憲章、波茨坦公告、波茨坦議定書 ，OK fine。所以你說英國支持，那你英國批准那個超級使館，那已經吵很久了啦。英國自己也知道說吵這個實在是有點無厘頭，你知道吧？說哇，這中國大使館離英國國會很近，說就會刺探，他不近就不能刺探了嘛？這講什麼笑話嘛，對不對？但是因為英國自己也知道，這個大使館就等於中國在歐洲的真正的運作的中心。那他自己也知道，只是以前那反中情緒腦袋壞掉了，他講了有的沒有。但斯凱爾他對於中國的壓力跟威脅仍然採取一個跟美國一樣的立場。所以他會講一些美國人喜歡聽的話。那他去講他的，這個不影響，反正英國不來往也沒什麼關係。好，所以我們特別看到說，這一次中法的元首見面，其實互相都有想要的東西了。那法國也希望在經濟上面跟大陸有更多的合作，那大陸也希望在政治上面，法國能不能有所站隊表態？大家也在看說，現在中日剛好是緊張之際嘛，是不是大陸也希望法國來這個時候站隊？那為什麼選法國？它會成為接下來它突破歐盟的一個重要的入口嗎？賴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大陸對歐盟的興趣不大了啊。不再愛了，因為過去確實是對歐盟是比較寄望於歐盟的戰略自主而且希望歐盟一個整體才有力量跟美國人對抗，建立起這個多元的國際政治體系。但是很明顯的，這個歐盟在馮德萊恩的領導下整個歐盟都走向變成美國的附屬組織，而且它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國走，那美國遏制中國，歐盟就跟着遏制中國。所以我覺得，經過這麼多年的一個交手之後大陸現在對於歐盟真的是不愛了那歐盟這個體系基本上是鬆散的、脆弱的，只要幾個大國不愛以後，這個歐盟坦白說就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了因為它基本上它沒有辦法進行大的一個發展，它只能把一些好的事破壞而已。歐盟坦白說本來就一個沒有什麼出息的一個機構了所以我其實已經講了很多遍，就是說大陸不要把歐盟寄望於它它不是從從容容它是連滾帶爬它就是沒出息那我覺得大陸現在領悟到這個原理了，我覺得蠻好的。它現在對於歐洲的國家是各個發展，我們不能講各個擊破，它是各個發展。你還記不記得前些時間也沒幾天嘛西班牙的國王才到中國大陸去訪問。當然很多人會說，哎呀，西班牙的國王不具有這個實權。可是別忘了，西班牙的國王在人民中還是有相當大的威望，有相當大的一個尊敬。他到中國來訪問，就代表中西之間的民間的友誼，事實上是打上一個深厚的基礎。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第二個就是不要忘了，西班牙的首相從這一任的首相上台之後，每一年都到中國來訪問。所以這代表什麼？西班牙在歐洲也是大國它不是小國西班牙也不是很小。所以我個人認為，大陸並不是尋求法國作為突破口去突破歐盟的關係，不是這樣。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是法國更有求於中國，而不是中國更有求於法國。馬克龍現在的聲望跟國際地位跟國內的地位一塌糊塗。他現在我們叫做11%總統，就是他的支持度只要11%。左派的不喜歡他，右派的不喜歡他。他倒向左派的時候，右派的恨死他；他倒向右派的時候，左派的恨死他。他走中間的時候沒有市場，所以這個就是今天的馬克龍。馬克龍他確實是更有求於中國，而不是中國更有求於這個馬克龍。你看這一次，習近平給他很大的面子跟他共同召開記者會，這是很罕見的。而在這個記者會裡面提出4個發展方向，當然現在要看的是馬克龍回去以後會不會又搖擺過去了。他不是壞心，而是這個人就像他太太嘴中的，你就是一個 loser 現在我們要看的就是說，這個總統會不會到這邊談得很愉快，一回去以後一有壓力，
又變了。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法國，目前為止现在表面上看起來是跟中國大陸之間靠攏。那另外一個國家呢，英國他的態度又是什麼呢？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因為呢，施凱爾他上任之後，他嘴巴上也說啦，中國大陸啊是會構成很嚴重的國安問題的。但是他又補一句說，怎麼樣來說，這個經濟還是得做，生意還是得做下去吧。而且他還說呢，包括了我們的重要盟友啊，都不斷的向中國大陸來靠攏，就只有我們英國好像自己一個人是獨自站在牆角看戲，所以他的工黨上任後的第一個外交的優先事項就是改善跟大陸的關係。那包括了這個最近啊，本來一直有爭議的所謂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的中國要在倫敦建立的超級大使館，他們本來擔心是會有國安問題的，現在傳出來說也有可能來做批准了。未來英國會不會是成為法國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向這個中國大陸靠攏的另外一個歐洲大國？對於之後的影響，酈將軍怎麼看？英國這次來講的話，當然對中國蓋這個超級大使館哈，有很多的雜音出現。我覺得這個純粹像是一個落魄的貴族哈，然後覺得他們家的院子這個賣給別人，別人在他家院子前面蓋一棟很漂亮的大廈，他心裡很不是滋味。大概純粹就是這樣哈，因為這個大使館來講，占地面積有2萬平方公尺這麼大。然後而且是蓋在英國原來的皇家鑄幣廠的位置，是一個精華地段。然後這附近來講的話，又有很多的這個英國所謂的這個電纜從這邊經過，所以他們就以這個國家機密安全為理由，怕這個被中國做情報工作，來以這些理由哈來做反對。但是我覺得這都不成理由。試問哪一個國家在另外一個國家大使馆不從事情報工作？幾乎都從事情報工作。我講的情報工作不是很單純指軍事情報，包括你的商業情報，包括你的外交情報，包括你這個輿情的調查，都是由大使館在了解。因為我必須要了解你國家運作，我才能夠提供我自己國內跟你之間擬定怎麼樣互相交往的一個條件。當然啦，如果說是你這個大使館蓋在這個一個落魄的王公貴族他們家門口，他當然很不是滋味。可是就中國來講的話，因為我如果說與其在你英國，因為中國有14億的人口，在英國倫敦到處去蓋大使館，那更分散。數量更多更不好集中管理，所以中國理念就是說，我一倫敦我就不要到處去蓋這個工作的地點，我把它全部集中在這個地方，其實是有利於中英雙方的一個交流跟溝通。因為如果你英國有什麼事情要跟中國大使溝通來講的話，你只要到一個地方去就好了嘛，你不要說是這個外交到一個地方，對不對？新聞到一個地方，經貿又到一個地方，那更亂對你來講反而更不方便。可是我們要知道，英國事實上它最近它後續來講的話，雖然說去年2025年今年2025年第一季，它經濟成長雖然說增加了0.7%，可是整體來講的話，經濟來講是看衰落的，有幾個原因哈。第一個原因當然這個對全球現在經貿不景氣，第二個是俄烏戰爭的影響哈，造成它能源供應短缺。那長期來講，是這個經濟來講是看衰的，是看衰落的。所以說工黨是比較務實的一個政黨，所以施凱爾這時候會想要放緩跟中國的關係，很誠實的面對英國自己的實況，跟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以後，他將來才不管是雙方市場的准入或者是維持它一定的這種生產鏈跟供應鏈，才可以確保它英國來講的話，經濟不會走下坡。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俄烏戰爭，我們持續要來關心到是普丁這回震怒的亮劍，他也正式的對歐洲做出了警告。他說，一旦開戰，將會迅速的結束。另外一方面，根據了解，英法現在密謀幫助烏克蘭來做它的核彈嗎？這個背後的陰謀，今天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解密。趕快來看到這個俄烏和談的最新進度到哪裡了呢？川普說的，美方特使跟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會談，他說還算可以啦，但是呢，烏克蘭和平談判的未來路徑仍然是不明
朗的。大家在看說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這個美方的態度還是這麼樣的曖昧呢？我們來看到，那麼在另外一方面，前線在外交上面是這個很不定的，但是在前線的打仗則是打得越來越猛。俄羅斯已經宣布了正式的控制住重要的烏克蘭的重鎮紅軍城。那麼現在可以看到，烏克蘭方面出現了更多的逃兵，接近是30萬人，民眾寧願割地也要換來和平。那烏克蘭則是針對了這個俄羅斯的無人艇狂轟哦，包括他的影子艦隊的油輪。那這個時候，普丁也罕見震怒，發出的強烈警告，會徹底切斷烏克蘭它通往海洋的所有的道路，等於要把烏克蘭變成一個內陸國家。敖德薩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重要的大目標？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如果說是繼續去打敖德薩是100%。我們現在看這個影子艦隊被襲擊的地方在哪裡？就在黑海。那襲擊影子艦隊的無人艇從哪裡出來？就是從敖德薩出來。這是第一個，我們眼前就看到的。第二個來講的話，大家記不記得俄烏戰爭一開始的時候，俄羅斯就去打所謂的這種敖德薩，那時候目標就指向敖德薩哈。尤其是敖德薩前面有個島叫蛇島，我想這場戰爭如果關心俄烏戰爭的都還記得。那第三個我們講一下哈，這個當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會談的時候，普京那時候所提的條件就是說，叫烏軍全部退出頓巴斯，雖然說還沒打到那邊，你全部要退出，那你如果全部退出，我可以答應你不繼續打這個赫爾松。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地圖，赫爾松在過去就哪裡？就是敖德薩。那為什麼敖德薩對俄羅斯這麼重要？我們都知道這個。從這個俄烏戰爭期間哈，我們看到從敖德薩這個港口出來的，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他用這個無人艇哈，這個攻擊了這個俄軍在黑海，在克里米亞的黑海艦隊，包括旗艦都是在這邊被擊沉的，包括克里米亞大橋在這邊都是被攻擊過好幾次。那所以說，如果說是這個俄軍來講不能夠控制住敖德薩來講的話，對他黑海艦隊是一個很大一個威脅。那他為了維持他在黑海艦隊的海權哈，他必須要將這個地方徹底消除黑海艦隊的這種後患。所以我認為說是，當然現在來講，如果說是28點的和平協議，目前雙方還在談判之中。但是我們聽到就在昨天談判結束之後，雙方還在說這個雖然說是富有成效，但是極其艱難。那問題是關鍵就卡在這個地方。當然，這個就。澤倫斯基來講，他不願意當一個投降的總統，但是就普京來講，他整個戰爭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維護他這個整個俄羅斯的安全嗎？那為了維持俄羅斯的安全哈，他當然第一個是北約不可以加入烏克蘭，但是在海權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黑海是這個俄羅斯這個海上南邊的海上交通線，非常重要一個區域。而這個區域來講有兩個關鍵，一個是克里米亞。你看克里米亞這個島哈，在黑海中間就像是一顆心臟在黑海的中間。那另外，如果說是克里米亞遭受到威脅，不就是敖德薩嗎？所以我一直認為說是普京不是吃素的哈。雖然說你看到他現在談判條件沒有提到敖德薩。但是我個人來講，如果說從地緣戰略、從他們自己安全的理念來看，為了維持他在黑海的這個海權來講的話，他一定要拿下敖德薩。那第二個來講，拿下敖德薩之後，對於這個整個烏克蘭來講，將你打成一個內陸國，更可以消耗你的國力。好，這個是普丁目前他針對烏克蘭的戰略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普丁對於這個歐洲現在看他的態度又是什麼呢？其實他最近也做出了針對歐洲做出的警告。他說跟歐洲說啊，我們不打算跟你們作戰，但是如果你們想打俄羅斯，我們準備好了，戰爭會迅速的結束。那這一回聽到這些話，現在歐洲也很緊張了，因為他們的實戰經驗是0，那麼俄羅斯則是已經打戰打了10年以上，克里米亞、敘利亞戰爭一直到烏克蘭戰爭都是這種職業的軍隊在打的。普丁這個時候語氣非常的強哦，到底還藏了哪一些底牌？委員怎麼看？歐洲加美國如果要論軍隊的人數，很抱歉都輸俄羅斯。但是如果要用戰機，只有美國才有。美國要不要下場？歐洲的戰機平常講跟俄羅斯戰機比是沒得比啊，因為主要是在數量差太多。還有彈藥，整個歐洲的彈藥加美國彈藥都不如俄羅斯啊。
那作戰經驗就更不用講了，俄羅斯的軍隊現在已經全世界作戰經驗最豐富了，而且開啟了最現代的作戰的戰術跟戰略哈，尤其是無人機改變了，新科技改變了，這個俄羅斯都被迫應戰也學會了，所以他現在是全世界最強的陸軍，這一點不用懷疑。那空軍啊，這個他可能會比較差一點，但是他有導彈，我不認為歐洲貪得到便宜。他這一句話就是說，你如果歐洲要下場的話，戰爭會迅速的結束。這裡面有2個含義，你歐洲下場就讓我有動用核子武器的理由啊。第二個，那更讓我有打無差別戰爭的理由。什麼叫無差別戰爭？就是把整個城市燒掉啊！就像是美國當時在打東京大轟炸的時候，東京一個晚上死20萬人，幾乎就是比廣島跟長城死的人數還多。長崎死的人數還多。那你要跟他玩這個遊戲，他就是直截了當告訴你，如果你要下场，就針對德國來的。法國沒有這麼講，英國也沒這麼講，是這個德國來的。那德國如果下場的話，將是會一場德國的浩劫。為什麼？因為從普丁的立場來講，對任何國家動用核子武器都有道德跟法律上的問題。對。然後對德國進行攻擊核子武器，直接把德國鏟除掉，符合什麼？符合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誰提的？中國提的。所以。你德國自己不長眼睛，那個他的什麼梅爾茲啊，還有國防部長還講到嗆聲，你跟別人嗆聲都可以，你跟俄羅斯嗆聲就找死2個字。為什麼？它有國際法合法性，可以徹底消滅德國。你美國還不敢吭聲啊？你美國要下場嗎？你要北約要結在一起死嗎？我看其他國家不敢。所以他敢放狠話，因為他有底氣，他有全世界最龐大的核子武器庫。而且有全世界數1數2的這個轟炸平台，不要講別的，它的波塞冬核子魚雷到了你漢堡港，你漢堡港還活着嗎？不可能活着的嘛。然後它的白天鵝轟炸機飛到你柏林上空，它的導彈到你柏林上空多久？12分鐘。你擋都擋不住啊！哦，它的針果樹大家看到了嘛？你根本沒辦法攔截，所以你要不要試試？針果樹是可以裝核子武器的哦。對，你要不要試試看？所以用核子武器攻擊德國，在國際法上是允許的哦。不要忘記這些事情，敵國條款。就怪那個習近平沒事幹，就是教會普丁用這一招。很危險的，很危險的。好，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是來自於普丁哦，他對於歐洲國家的警告，手握核子武器。那其實現在呢，也有一個傳出的消息是說，網絡巨頭這一家是金達康，他傳出說，也有幾個歐洲國家是不是現在正在幫烏克蘭打造核武呢？他說這2個國家分別是英國跟法國，而且他還說，美國其實是全程知情的，但是故意拖延談判。烏克蘭甚至已經準備要來試爆他的核彈了。那另外也有一個物理學家，這個是都柏林大學的物理學家也補刀說，烏克蘭確實他現在保有數百公斤這種核武級的濃縮鈾，有沒有可能真的英法真的在按住烏克蘭？可信度，賴老師怎麼看？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核訛詐，是一個姿態啊。烏克蘭確實擁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啊，其實他也不需要這個英法的按住。因為過去在蘇維埃的分工的情形下，烏東地區事實上就是俄國的這個核導彈的發展區，啊，也就是說，你看我們的這個大陸的這個遼寧號航母，啊，或者歐洲鐵牛的這種2棲登陸艦啊，就是我們講的氣墊船啊，還有就是大的這個航空器的引擎發動機，另外還有就是洲際的彈道導彈、中程導彈都是在烏東地區建造，也就是當時那個地方就是一個核武最大的一個區域，而且最早的時候，俄羅斯在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原來跟蘇維埃它是同一個國家，它都是聯盟的加盟共和國，所以事實上在那個地方也有很多核彈。那是在這個分裂以後啊，做了一個交易，說克里米亞半島以共和國的身份加入這個烏克蘭聯邦，然後換得這個烏克蘭把這個核武交還給俄羅斯，有一部分給美國去銷毀，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事實上，烏克蘭擁有這樣的一個能力，確實是有的啊，不需要英法的按住。我想這是第一個，因為第二個呢，英法你要到哪裡去施暴，在烏克蘭的地方施暴沒那麼簡單啊，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然後你要用電腦模擬來施暴嗎？這個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訛詐，在警告威脅這個俄羅斯。但是我覺得這樣做會有缺點。第一個就是，如果被證實說真的是英法有在按住，那英法等於是公然直接違反了這個核不擴散原則。這個對英法在國際上要被制裁的。這個是站不住，這是不對的。第二個，它會構成俄國用核彈去消滅攻擊法國跟英國的戰略城市的一個正當性。那第三個就是，如果烏克蘭有這個企圖在暗中的在研發製造的話，那就剛好給俄國一個最好的正當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撲滅於你還沒製造之前。那也就是說，你還沒做出來之前，我就用核武把你炸了，一勞永逸嘛。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核戰在歐洲的發生，一個經過核彈蹂躪的烏克蘭，誰還要？沒有人會要這塊土地了。對，因為髒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就沒有人會要這塊土地。所以我倒覺得這個是一個傳言，這個也是一種心理戰而已，一種詐術。那基本上來講，沒有一個國家敢這樣做。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趕快來看到是緬甸狂轟的 KK 園區，現在被夷平哦。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背後北京有這個警告，有關於 KK 園區的發展。那麼另外一方面，700億美元的詐騙帝國，真的緬甸的這個國民軍捨得砍下去嗎？今天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觀察。而這個是來自於緬甸的最新消息，軍方跟邊防衛隊聯手炸毀了一棟，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哦，非常多的白煙。這個是妙瓦底這邊的一個經濟特區，一棟12層樓高的大樓就這樣子哦，冒出了白煙，把它炸毀了。那濃煙是直衝天際，震撼了整個泰緬在這邊的一個邊境地區。軍政府是說，我們現在要展示打擊跨國詐騙的決心，但是外界也不太買單，因為他們覺得說，緬甸啊，你這個軍政府過去幾年一直偷偷的默許這個詐騙集團來做經營，而且還被爆出你跟 KK 園區是有抽分紅的，那所以你這些動作是不是都只是作秀呢？甚至《衛報》也這邊做了一個報道，他認為說這些作秀其實都只是做給中國大陸看的。《紐約時報》也這樣說分析啊，他說緬甸的掃蕩式這種演練式的突襲，只是炸毀了他們的廢樓而已，根本傷不動他的核心利益啊。節目一開始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呢？這個緬甸到底是打真的還是假的？為什麼只有大陸施壓，緬甸才會真的動起來？但是真的敢動嗎？動了他們的黑金，最賺錢的毒瘤。賴老師怎麼看？這很明顯是打假，大家都知道，一看就知道是打假的。就好像上次去妙瓦底抄底的时候也是抄假的，为什麼？因為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斷金流嘛。像美國他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他用駭客進去，直接把你的錢拿光，把你的比特幣拿光。那現在這個比特幣，中國大陸在跟他追討啊？為什麼？因為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國大陸的民眾啊，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你要有夠狠的手段。也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有一些人是被脅迫進去的，但有一些人他不是被脅迫。他是本身就是主謀從犯，所以應該分成兩種人，有主謀從犯，也有被脅迫的。可是他是一個詐騙集團。那對緬甸的軍政府來說的話，這個詐騙集團很好用啊，因為他從中比他種鴉片還好，還方便。為什麼？你種鴉片，你賣毒品，你還要提煉，你還要想辦法把它賣出去，賣出去你可能還會遭受到攻擊，而且還有很多的風險。好。可是詐騙集團我直接抽成，這個對於這些軍閥來說的話，對這些地方政府來說，這個腐敗的來源，讓他能夠養他的軍隊，讓他的政府能夠運轉，讓他的軍閥能夠過得好日子，他何樂而不為？
所以他當然對於這個詐騙集團視同是他的金雞母嘛。可是問題是，這個詐騙集團害了多少人？對。那他現在已經擴大從中國大陸，過去是傷害我們台灣人嘛，然後現在不但是傷害大陸人，現在日本人、韓國人，現在連歐洲人、美國人都受傷害了，他的往外擴散的情況越來越大。那您提到了，也就是說，為什麼只有中國大陸有辦法？就是我是先外交通知你，我再知會你，再召會你，你不理的話，那我就自己動手了。而中國大陸確實有能力動手啊！中國大陸真的要處理的話，你看上次湄公河的命案，中國大陸就直接處理，就最後把這個犯罪集團就整個窩都端了嘛，然後直接人就押回中國大陸，就直接審判完就槍斃了。那這是什麼？因為大陸他知道我今天是禮貌性，我召會你，外交召會你，尊重你。可是你如果真的不處理，你變成你由你這個政府來養一個犯罪集團，傷害我的人民，我沒辦法接受了。那一旦沒辦法接受，那當然坦白說，在整個世界上，在緬甸旁邊最強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嘛。中國大陸當然有能力去處理。我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緬甸這個軍政府，如果他不恢復他的好的政治秩序，他不恢復他的社會秩序，不恢復他的法律秩序。你想犯罪集團都窩在那個地方，那這個還得了啊？這個傷害多少人啊？坦白說，我覺得這些詐騙集團是真的是應該要嚴刑峻法，要他來好好的來處理。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緬甸軍政府這一次的轟炸被視為是一個假戲，那這個假戲到底還會做多久呢？什麼時候才會恢復一個政府該有的運作方式？那主要原因就是其實他們早就已經建構一條黑金產業鏈，對他們來說真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現在根據整個地圖打開來，可以看到整個跨越到湄公河的巨型黑金鏈都被緬甸給完整的給建立起來。那全球詐騙產值現在根據資料顯示有700億美元，主要都是來自於這個東南亞國家。那光是湄公河流域這邊的詐騙年產值更是440億美元，這麼高的一個金額，佔地區 GDP 竟然是高達40%了。緬甸的政府每年光是從水溝谷吸金，竟然高達了1.92億美元，他們真的捨得拔掉這麼高等級的搖錢樹嗎？委員怎麼看？沒有辦法。緬甸如果沒有被外來統治，改變不了這個局面。我們先從他被英國殖民的時候，英國為了要控制大多數人口，就是緬甸族，去培養很多的少數民族的地方武裝，借着少數民族地方武裝來鉗制最大的民族緬甸族。所以這先天性會造成緬甸族最大的族群跟其他少數民族的仇恨跟互相不相信。那接下來。後來，為了要緬甸獨立之後，為了要去反過來這樣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緬甸軍方就在整個政府裡面就突出了，就說緬甸人民相信只有緬甸軍方能夠鉗制少數民族的武力，因為一直都有衝突嘛，對，所以少數民族，所以軍方就取得，那軍方會取得財政，軍方就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國營事業，幾乎都是軍方設立的，所以等於是軍方已經控制了國家了。那再加上緬甸的民選的政府，一個比一個弱，一個比一個遜色。雖然有個民主國家的模樣，可是就是不知道什麼發生什麼事，就是非常的弱啊。那所以跟軍政府之間哦，軍政府也不肯放權啊，這個問題就一直弄下去。最後什麼？緬甸中央政府非常的脆弱，然後地方武裝為了對抗中央政府，而且是緬甸有130幾个民族，有數十個。地方的這些民族的武裝力量，什麼善邦、克倫邦、克也邦，什麼一大堆的，所以結果大家都在養軍隊。養軍隊以緬甸的整個全國的 GDP 只有650億耶，不到台灣的1/10。那人均總是650億，人均平均是1200塊美金啊，所以表示要活下去，只有 GDP 賬上沒有的非法的地下經濟才活得下去嘛。那非法經濟是什麼？就販毒啊。那後來被台灣人發明的電信詐騙，傳給中國大陸人，中國大陸人發揚光大，台灣黑幫跟中國黑都跑到緬甸去設，然後跟軍政府跟地方武裝力量等軍閥割據，互相分潤。那毒品也一樣啊，
緬甸的這些毒品的種植的農民啊，其實大部分被這些地方勢力拿走了，一般的農民都賺不到什麼錢。所以這個問題，你說詐騙園區炸那棟大樓能夠結束，那是炸給你看。我同意這個來說炸給你看，給中國做交代啊。中國很無可奈何，中國又不能直接派兵去，對不對？又不能去殖民統治這個緬甸，所以這個問題只能拖下去，短期內根本找不到任何解放。好，所以緬甸現在看起來靠2個重要為生啊，就是詐騙，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刚委員幫我們特別提到的毒品。那我們就來看到，那現在到底毒品在當地是有多猖獗？因為這是最新，同樣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最新報告，說今年緬甸光是它的这個罌粟的種植面積啊，暴增幅度快要20%，達到17%。其中幾個重要的地區，我們來看到罌粟種植年增幅，剛剛提了嘛，17%。那東部的善邦這些少數民族暴增32%，青邦26%，那南善邦就有44%。總的來說，北部大概種植面積552公頃，已經成為緬甸真正的經濟命脈，怎麼辦？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一場大樓被炸掉真的是一個詐騙集團在演一場詐騙的戲給全世界看，不就是如此嗎？對。那我們要知道，所謂泰緬邊界一直長期以來都是一種無政府狀態。那剛開始這邊的這種老百姓，他為了要生活他這個不去從事正當的農業生產，他用種這個罌粟花是最快的方式。那種了這個罌粟花來講的話，制造這種毒品，它當然需要有武力來保護他們，所以他們賣了錢以後就去養軍隊，那這些軍隊就變成地方武裝組織。那你說這個政府軍為什麼不去剿滅他們？因為政府軍後來也參與他們的一份子。當我沒辦法消滅你之後，我就跟你一起共生共榮，一起生活在一起。那為什麼我講這個話呢？大家看一下，我們光講緬甸現在軍政府叫敏昂萊他派了一個這種在這個妙瓦底這邊的這個叫做邊防司令叫索奇都的，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也討論過那索奇都事實上他不是軍人出身，他也是這個地方的商人出身但是因為他掌控這個地方，他太太跟他的小孩各分配詐騙集團的這種等於說 CEO 啦，有的是當這個公司的 CEO， 有的是當這個地方的警察或者是地方武力組織。那索奇都他每年賺的錢，他會貢獻一半給敏昂萊，那是不是形成一個利益共生體？所以大家講生產鏈，我倒是認為說是一個產業鏈大家看一下，我數給大家聽。第一個這個毒品那有毒品有沒有走私的人員？那第二個來講的話，你詐騙集團有詐騙的人員，有詐騙人員一定有電信，一定有金融，一定有水電一定形成一個集體的一個團隊。那當然也有地方武裝的勢力。所以這個盤根錯節，這個嚴重之深，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想象中的。那你說，我們光講說是像緬甸說它是一個這種軍政府，等於說是一個這種也類似一個軍閥的組織了。那難道泰國就沒有嗎？它的電從哪裡來的？不就是你泰國繼續供應它的嗎？我們之前就傳說過這樣，甚至於說是電信集團有沒有參與其中？甚至於我們之前說馬斯克，甚至於他的星鏈計劃都有提供他